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热风枪的调温部分。有朋友说他的热风枪风嘴都已经发红了，但是不能够调温，故障在哪儿呢？应该是在调温电路。那么具体是哪个元件呢？我们首先看一下，这端是220伏输入，它的一端呢是接到我们的发热管的一端，因为我们知道热风枪的风嘴内部是有发热丝的，接到发热丝的一端。220伏另一个引脚呢是接到开关，再接到可控硅的 T2 端在这儿。T2 端通过一个27欧的电阻接到这个光偶的6角，这个光偶的4角接到我们这个可控硅的触发引脚，这样就完成了它的温度控制。另外这个位置有一个330欧的电阻接在它的触发角和 T1 端，这个是它的 T2 端。有了光偶，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电路非常的复杂，实际上这个光偶也非常的简单。它的一角呢接到我们这个7805输出的5伏上，它的二角是通过这个150欧的电阻直接接到我们这个 MCU 的触发引脚上，通过改变 MCU 这个引脚输出的脉冲，就改变了可控硅的触发角，从而实现了调温。下面我们看一下电路图。我们看电路是非常的简单，220伏通过开关进来，加到可控硅的 T2 端， T1 端是接我们这个发热丝，这个位置有一个 120K 的电阻，并连在可控硅的 T1 和 T2 端之间。这端是一个27欧的电阻，从 T2 端，也就是这个220伏这端接到可控硅的6角，可控硅的4角直接通过导线接到可控硅的触发极G， 330欧的电阻接到可控硅的 T1 端，也就是我们这个发热管的这端，发热管的这端接到220伏的另一个引脚上，比如这端是火线 L， 这端就是 N。再看我们光偶的这端，它的一角接5伏，这端通过一个150欧的电阻直接接 MCU 的一个引脚，通过改变可控硅的触发角，从而实现了调温恒温的作用。刚才我们说那个朋友的热风枪风嘴发红，不能够实现调温，也不能够恒温，它的主要原因呢，我们可以归纳为可控硅击穿或者是光偶击穿。如果光偶击穿，可控硅始终是导通角最大，所以它的发热量也是最大的，不能够受控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 MCU 出问题，但是这个 MCU 因为有光偶的隔离，它是不容易损坏的，所以主要检查可控硅以及这个光偶。另外，如果温度显示不正常，那么就证明是温控电路的问题，就不是我们这个调温电路的问题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